handling tuned by Maserati。这台车如果要比起玛莎拉蒂是，not bad not bad， 好开。你看现在把它磨平了一点，我就说嘛，点着一点点油门，太踩完就，damn。窗口开一点点一下，我不要把开冷气，我今天特别冷哦。Lane Keep Assist 给它关掉，驾驶模式我把它放在 Sport， 方向盘 Sport， 刹车也都 Sport。那我们就现在去试驾这台 Leapmotor 的 V10。这台车虽然马力不大，218 PS 左右啦哈，然后主要它是后驱啦，在100千左右的这个价位哦，你很少可以买到有后驱的这个电动车。OK， 电动车后驱有什么用？第一就是转向精准，二就是像宝马一样啊，少推头，反而就是用屁股来对准那个过弯。啊，今天我们有一台 BYD 的阿多，不是阿多啦 ，Dolphin， 虽然 Dolphin 断产了，停产了，可是现在你可以买到的同等价位呢是阿多度，但是阿多度就前轮驱动了哈。来，我们全油门下去 ，OK， 油门电门你们自己理解了哈。虽然它的轮胎没用的太好了，都是用玲珑。哇 ，ESC 挺保守了 ，ESC 挺保守了，哇！可是它的动力是这个时候蛮强的。啊，来了，后驱的特性就来了，会有一点点，它尾巴会甩那一点点。但是它 ESC 一直在工作。把我这个车身稳定着，一直帮我把那个前面的卡钳夹一下，后面卡钳夹那一下下。我觉得Leapmotor厉害的一点就是哦，它虽然不是什么 Air Suspension， 它只是用很普通的弹簧跟避震器，但是它可以把它 tune 到成哦，它的稳定性有着这样的支撑性，我觉得很厉害嘞。你看我过弯哦，基本上侧倾，这种 SUV 来说没有很多很大，而且我的方向盘很感觉到这辆车的后轮到底有没有在所谓的甩尾哈，它的感觉性非常大的，所以好驾。哦，呵呵。嘿嘿，它是很好玩的车。哦，这辆车灵活哦，虽然尺寸是比 C10 小辆一点。可是就基本上感觉那个车轻松灵活很多。
们说 handling tuned by Maserati。这台车如果要比起玛莎拉蒂是不可能的，可是它有它的精髓在，就那种后驱的特性，它的灵活性、操控都有在。虽然玛莎拉蒂的操控不是说最一流的，但是not bad。C10 也很好开 ，B10 也是好开，主要是它的价钱，我们所谓的性价比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少推头，你懂那种感觉吗 ？Damn good。你要把这台车开快，其实也不难，它其实确实是挺好开的。OK， 我们来等一下 Dolphin，UID Dolphin。OK 啦 ，Not bad，Not bad， 好开。我把那个油门松开不了啊！你看它速度降的，类似像 One Pedal Mode， 虽然我没有把 One Pedal Mode 打开，可是我觉得挺不错的。现在刹一点车，哦，他把这个减速带做的比较圆润一点了嘞，是不是一开始是做的很尖呢？给很多人讲嘞，你看现在把它磨平了一点，我就说嘛，哎呀。阿力在哪里？阿力，你看它的避震器挺好的，我这个速度过这个减速带哦，其实很舒服，很舒服嘞。我是有点快了，因为通常我是维持在10 km/h 以下，过减速带比较舒适。但是这个可以20，它过了之后车头也不会点太多啊。对啊，这辆车的这个重量比是前50后50啊，所以难怪它这么好开，而且又是偏向它又是后轮驱动啊，所以它比较偏向宝马这种感觉，前50后50。的重量比，然后有后轮驱动的特性，转向精准，而且电池又放在车底下，所以它的完美啊 ，perfect man。后面有一点点，但是没关系，它的 ESC 很保护，很保护。Hello，Thank you，Grab，Thank you，Grab。
哦吼，这个弯挺丝滑的，可以点着油门处。OK， 这个时候我也是一样，点着一点点油门。踩完，OK， 摩托，你不要出来 fast lane 哦，小心你哦，女人 ，Lady Driver。哦，我的手机要跌了 ，Not a good idea， 放这边。整个 chassis、车夹、车骨、避震器、底盘全部都非常的棒，真的棒。只是说轮胎不太抓地而已，就是这样。轮胎已经不够抓它了。需要性能轮胎吗？需要，真的很需要。可是到时候你的续航就没有这样高了，这是一个取舍。你要省电就不能用太就次第的轮胎，太抓地轮胎又会影响它的电耗哈。你看到现在的加速，仅本来有170 kW。很多电车最致命的时候就是在庙过后还有没有这样大动力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反正我就觉得我现在的轮胎那个轮胎的后轮。那个后轮 ，Oh my God, man！ Oh, not bad。这种感觉就城市里面开不出来嘛，你城市就是慢慢开，那你的弯也没有很尖嘛，在弯中这辆车的后驱特性就来了。我可以说，我开了这么多电车，要么就前驱，要么就四驱，好像 Tesla 除了 Tesla 的后驱啦，可是这个价位后驱还是这一辆，它的特性也是有。反正它的哥哥 C10 就没有这么爱甩那个尾巴，很稳定。这台就比较闹别扭一点，有一点有个性啊，这台车比较有个性。哎呦，到现在那个发力怎么样呢？还是很猛哦。今天可能比较冷一点啊，昨天下过雨，可是它就很多电车致命问题，就是到了这一边之后，你会感觉到那个车没有什么动力了。为了保护电池跟电机有点热了哈。可是我这一台到现在没问题，还是很猛。刚刚我上车之前呢，我的电量好像是88%吧，70我忘记看了，现在我还是在49%。那个屁股，呼呼！哇，他的 ESC 一直帮我夹一下，呼 ，jam， 呼呼，很开心这台车。四驱又怎样？有些四驱又给到你就是稳定嘛，对吧？偏推头嘛，对吧？偏甩尾的四驱有哪台车呢？最近开的 C9 PHEV 会有咯，还有这台车咯，呼呼，特别爽man，好爽。
OK， 我上到来剩下47%，我在山底的时候应该不超过80%的，我忘记看了。可是就呀，如果今天你有100千左右的预算，想要买一台好玩的电动车 Ima7，或者是我这台 Leapmotor V10，好玩吗？好玩，有个性吗？有个性。动力有吗？有，蛮猛的，0到100的速度8秒够吗？够，已经很快了咯。城市驾不了吗？偶尔就是享受一下山路哦，因为这辆车还是后轮驱动，47%。这里说还可以走一个145。Leapmotor的确是一台好车，如果在我试了这么多电车之中啊，它也蛮细腻的，很多地方都超出了同等价位的这个水准。100千左右，你想要买到这样漂亮的内饰、这样有材质的内饰，哪里找？也不输给很多200千以上的车呀。这个就是 Leapmotor V10。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试驾这台车，不妨可以找我，带你们去试车。下订当然找我下订啦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，拜拜。